异象再现，引得全场大惊。但台组长，这异象怎么又出现了？吴明肯问道。回大人，关于九龙异象港之异象，虽然近万年少有出现，可在我爷爷那个年代却曾出现多次，但却从未听闻。这异象连续出现2次，此乃绝无仅有之象。至于为何，我也不得而知。但台向南说道。哇，竟然如此怪异！听得但台向南的话后，人们更加觉得这再度出现的异象古怪至极。然而，就在人们猜测不定之时，竟有2道格外凶猛的雷霆出现，引得所有人都是注目观望。那2道雷霆之强，宛如可以撕裂虚空。倘若说这异象之雷霆具有毁灭性之力量，人们忌惮不已，那么这2道雷霆则是让人们更加恐惧。然而，就在人们心生惧意，生怕这2道雷霆落下之时，那2道雷霆竟然同时落下，并且所落的方位竟是那九龙异象港的深处。可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强悍的雷霆落下之后，并未伤及那九龙异象港深处的灵狐月月等人，只是劈出了2道深邃的大坑，并且那雷霆开始消散。而当那雷霆消散的同时，漫天的雷云竟然也随之消散。此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2道劈落而下的雷霆很不简单，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哪2道雷霆劈落的位置。那是忽然，梁丘大师惊呼出声，并且在他的脸上竟然还涌现出喜悦之色。紧接着，在场的许多高手都是目露惊色。终于，雷霆彻底退去，所有人都得以看清那雷霆劈落之方位到底为何模样。而当人们看清之后，无一不是神色大变，甚至有不少人更是惊呼出声：楚风，那是楚风！还有乌马圣杰，他们竟然还活着！他们竟然还活着！莫说是小辈们，就连老一辈，甚至是在场的大人物们，皆是满面的惊色。入必死之门，能活着出来，已是闻所未闻。这2个人可倒好，不仅活着走了出来，竟然还引发异象。自那漫天雷云中，成凶猛之雷霆落下，这叫人怎能不惊？族长大人！此时，蛋台天族在场的许多高手都将目光投向了蛋台天族族长蛋台向南。蛋台向南没有说话，也没有暗中回任何一个人的暗中传音，只是使了一个颜色，叫自己的族人不要在此时多嘴。相比于其他人，蛋台向南的表现算是较为平静的。可是蛋台向南的目光却是非常的凝重，紧紧地凝视着楚风与乌马圣杰，认真打量，认真思索。这九龙异象港原本就是他蛋台天族的产物，曾经乃是禁地，后来之所以开放，让此处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到达之地，乃是因为蛋台天族霸占此处多年，却始终未能有人进入九龙上界深处，所以想利用外人，看看外人是否有能力进入此处。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却未曾有人可以做到那九龙上界深处，甚至连蛋台天族都觉得传说乃是假的，觉得这九龙异象港虽然神奇，但却与九龙上界深处的九龙之气应该没有关联。可是谁曾想，竟然真的有人进入必死之门，又安然出来。此时连外人都觉得楚风与乌马圣杰很可能到达了那传说中的九龙上界最深处，接触到了那传说中的九龙之气，又何况是蛋台天族。就在众人震惊之际，忽然有人自一个暗道之中走了出来，此人乃是唐正浩。只是当唐正浩看到楚风和乌马圣杰后，却愣在了那里。你们！唐正浩惊了，那表情就跟看到了鬼一样。毕竟唐正浩亲眼见到楚风与乌马圣杰进入了那必死之门，都以为楚风和乌马圣杰死了。可就在此时，楚风却是与乌马圣杰对视一眼，紧接着二人竟同时飞掠而起，皆是落在了那祖武十星的名额之位上。见状，唐正浩也是不敢犹豫，赶忙纵身而起，落在了那最后一个名额之上。看来两位小友是有了非同一般的经历啊！吴明肯笑着说道，虽然没有直接问，但却也表现出了对楚风与乌马圣杰之经历的好奇。大人所言极是，这经历的确是非同一般，就好像从地狱走了一遭。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小友还能谈笑风生，看来那地狱也未必如传闻可怕吗？吴明肯笑着说道，大人真会说笑。只是大人，此时很多人都好奇晚辈究竟经历了什么，您觉得我是当众解答一番，还是继续这祖武十星的评选？楚风问道。经历了什么，乃是楚风小友之私事，诸位莫要多问。既然祖武十星人选已定，接下来便要进入最后一轮的评选，祖武十星之排名切磋。吴明肯高声说道，大人请等一下，晚辈也想参加这祖武十星的评选。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竟然忽然响起。这道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颇感意外。若是这声音自那九龙异象港传来，倒也罢了，可这道声音分明是从场外传来，一个未曾进入九龙异象港的人竟然喊着要参加祖武十星的评选，这不是捣乱吗？此时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将目光投了过去，想要看一看究竟是谁这么大胆，敢在这种场合捣乱。那不是，只是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是大为吃惊，哪怕楚风与乌马圣杰也是如此，因为这位来者乃是祖武星域公认的最强天才灵狐鸿飞。灵狐鸿飞，他怎么来了？不是说他不参与此次评选吗？灵狐鸿飞的到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同时却也给了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毕竟灵狐鸿飞可是公认的祖武星域最强天才，莫说看到他出手，就算能够亲眼见他一面，也是许多人的心愿，尤其是小辈们。而小辈之中又以女子最为兴奋，哪个女子不希望找一个天地间最优秀的男子来守护自己？而毋庸置疑，灵狐鸿飞便是他们最想要的伴侣。只是可惜灵狐鸿飞高高在上，他们也知道配不上令狐鸿飞，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灵狐鸿飞的崇拜。灵狐鸿飞，看来你是改变心意了？吴明肯问道。晚辈之前遇到了一些麻烦，因此以为来不及参加祖武十星评选，所以才放弃。但当我身体恢复，便立刻赶了过来，希望大人能给晚辈一次机会。灵狐鸿飞说道。
那你现在身体无恙了？吴明肯问道。多谢大人关心，晚辈已经康复。灵狐鸿飞说道。那便好，你可是我祖武星域未来之栋梁，你若出现什么事，那对我祖武星域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至于你能否继续参加祖武实星评选，老夫也是不能做主，还待我去与我族大人商议一番。吴明肯说完此话，便掠向了星域主界那为首的战车之中。没人知道那里面究竟都有谁在，但毋庸置疑的是，那里面定然有着星域主界的大人物坐镇，哪怕是至尊境的高手，也很有可能。过了没多久，吴明肯便自那战车之中飞掠而出，回到了先前所站立的地方。鸿飞，经过族内大人同意，今日可以破例一次，让你在中途参加这祖武实星的评选。吴明肯说道。多谢大人。灵狐鸿飞抱拳道谢，虽然面带笑意，可却并没有狂喜之色。看来对于这个结果，他是早有把握。事实上，不仅是他有把握，在场的许多人都觉得，只要灵狐鸿飞想要参加，就一定可以参加。毕竟他是公认的最强天才，就算他不参加，那么他也是最强天才。反倒是祖武实星的这个名次失去了一些分量，但他若是参加了，祖武实星的名次将会恢复应有的分量。所以哪怕破例，可星域主界也会让他参加。不过有一个条件。可就在此时，吴明肯却再度开口。有何条件？前辈请讲。令狐鸿飞从容问道。为了服众，你不可走暗路，只能走明路。若你能从明路走到尽头，相信也就没人不服。那个时候，你可以从那10个人中任意挑战1人，胜了你才有资格参加评选。吴明肯说道。既然是走明路，这个要求着实太难为人了一些啊。不过灵狐鸿飞的话，倒也许可以。此时，许多人都觉得这个条件太过苛刻，但也有人觉得换作是其他人，肯定难以完成。但换成灵狐鸿飞的话，这也许并不难。毕竟灵狐鸿飞的实力远非其他小辈可比。好，晚辈愿意。灵狐鸿飞爽快应下。随后，灵狐鸿飞身形一纵，直接来到九龙异象港之上，并且从那乾坤大钟的门中走了进去。当灵狐鸿飞踏进去那一刻，所有人都是变得无比好奇。只是奈何乾坤大钟，他们根本无法洞穿，自然也就无法看到其中的情况了。似是明白众人的想法，只见吴明肯双手捏法诀，口中念口诀，随后右手向那乾坤大钟一指，开。下一刻，原本光芒璀璨的乾坤大钟竟变成了透明之色。此一时，乾坤大钟内的一切都可谓看得清清楚楚。乾坤大钟内有着多条道路，都可抵达终点，而这些道路错综复杂，之所以如此，就是用来躲避那些远古凶兽的。但却有一条路乃是笔直而行，这条路距离那终点最近，但却也最为凶险。而灵狐鸿飞却偏偏选择了这一条最为凶险的路。远古凶兽有的踏地狂奔，山摇地动，有的御空而行，撕裂虚空，那可不是具有灵智的妖兽，而是杀戮成性的凶兽，甚至其中还有尊者级别的存在。可身处如此凶险之地，灵狐鸿飞却是从容不迫，风度依然。只见他手提一把长剑，径直而行，手臂挥动间，道道剑气自剑体横扫而出。那剑气呈半月状，且不断扩大，最大之剑气竟达1000余米，所过之处简直横扫一切。莫说是那些5仙境的远古凶兽，就连尊者境的远古凶兽也是瞬息被那剑气斩成2段，根本无法与灵狐鸿飞抗衡。而最令人惊讶的是，灵狐鸿飞手中那把剑可不是用什么天才地宝精心铸造的兵刃，那只不过一把寻常的铁剑而已。这样的铁剑连稍微坚硬一点的石头都斩不断，可是这铁剑落到了灵狐鸿飞手里，却成了连尊者境远古凶兽都可轻易斩杀的利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灵狐鸿飞的修为2品尊者，这便是灵狐鸿飞如今的实力，太强了，不愧是祖武星域的最强天才。有他在此，其他天才皆是黯然失色。这还有比吗？这还怎么比？这根本就不用比了，这祖武实星的第一，非灵狐鸿飞莫属啊！此时，莫说小辈们看得眼睛发直，就连老一辈也是赞不绝口。令狐鸿飞虽然年纪轻轻，可却是逆天，莫说小一辈们无法与其相比，就连许多修炼几千年的老一辈们也是自叹不如。看着这样的灵狐鸿飞，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皱起。面对这样的灵狐鸿飞，他要如何应对？那所有小辈都不敢挑战的明路，灵狐鸿飞却是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他步伐沉稳，速度不快，但却从未停下一步。至于那铺天盖地前来拦截的远古凶兽，在他面前更是如切瓜砍菜一般，就全都解决，没有一只能让他的步伐减缓。在这种无人可挡的局面下，令狐鸿飞很快便走到了尽头处，他已经接近了乾坤大钟的出口。此一时，其前方那通往光明之路已是极其平坦，没了阻碍，而在其后方则是漫天的残骸与鲜血，强大的凶兽残骸堆积如山。他一路走来，大开杀戒，可他的衣衫却不曾沾染一滴鲜血与尘埃。这样的灵狐鸿飞拥有真正的王者风范，怎能不让人动容？可在靠近出口时，灵狐鸿飞却忽然停了下来，并且还闭上了眼睛。他此举让人们感到好奇，不明白他这是何意。直到他开口，人们才恍然大悟：我灵狐鸿飞不想针对任何人，所以我闭眼落地，至于落在哪里，全凭天意。说完此话，灵狐鸿飞脚下忽然加快，而当他走出乾坤大钟之后，则是跃空而起，在空中快速旋转。当灵狐鸿飞一跃而起之时，除了灵狐天族的小辈以及楚风外，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灵狐天族的小辈心里很清楚，灵狐鸿飞不会挑战他们。至于楚风，他则是觉得灵狐鸿飞多半会挑战他，明知道会来，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但是灵狐鸿飞既然说出了那句话，也就证明他有可能真的凭借天意挑选挑战之人，所以他最终挑战谁都是有可能的。而无论是蛋台信儿，还是唐正浩，又或者其他人，都不想被灵狐鸿飞挑战。毕竟只要是谁被挑战，
那就注定是要被淘汰的。谁都不想做这个倒霉鬼，最终落在了楚风等10人所站立的凸起的其中一座山峰之前。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有人欢喜有人忧，但之前还颇为淡定的楚风，此时却是心中一沉。令狐鸿飞并没有与他想的那般，直接对他发起挑战，而是落在了乌马圣杰身前。乌马兄弟，实在抱歉。令狐鸿飞睁开双眼后，面带惭愧的对乌马圣杰抱拳施礼。可是无论是楚风还是乌马圣杰，心中都很清楚，令狐鸿飞就是故意的。什么听从天意？他就是故意挑选的乌马圣杰，因为他知道楚风与乌马圣杰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位置本就应当能者居之。乌马圣杰说完此话，便直接从那山峰上飞落而下。他放弃了与令狐鸿飞对决的机会。对于他的抉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没有人会觉得他懦弱，反而会觉得他很明智，毕竟他不可能是令狐鸿飞的对手。乌马圣杰走前，回头看了楚风一眼，嫣然一笑，甚是美好。哪怕他女扮男装，故意将容貌变丑，可这抹笑容却是很美。只不过这抹笑容映入眼帘，楚风的心中却是一酸。乌马圣杰成为了他与令狐鸿飞博弈的牺牲品。别急，下一个就是你。就在此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中，乃是令狐鸿飞。楚风侧目观望，令狐鸿飞正看着自己，面容平淡，旁人看不出任何挑衅之意。但楚风很清楚，令狐鸿飞选择参加祖武10星的评选，其实就是冲着自己来的。楚风什么都没有说，但嘴角却扬起一抹不屑的笑容，而这抹笑容已是对令狐鸿飞最好的回应。只是看到楚风这抹笑容后，令狐鸿飞的嘴角却洋溢起一抹笑容，并且还摇了摇头。旁人看不出来，但楚风却能够感受到，这是一抹笑容，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鄙夷，何等的漠视。在冰顶峰的时候，因为楚风了阵法的力量，令狐鸿飞在楚风面前吃了大亏。可现在比拼的乃是真正的实力，是真正的修为与本事，无法借助任何外力。这种情况下，令狐鸿飞有着十足的把握，可以让楚风付出代价。乌马圣杰离开九龙异象党后，令狐鸿飞便落在了那原本属于乌马圣杰的山峰之上。收！吴明肯高喝一声，那乾坤大钟便拔空而起，化作小铃铛落入了他的手中。而那些还活着的远古凶兽，也是被星域主界的人收了起来，并且在那九龙异象党之上还布置了5个巨大的擂台，下面以抽签的方式进行对决。抽签由老夫来抽。吴明肯说话间便开始抽签。令狐鸿飞对灵狐铁面，灵狐命也对灵狐伦，唐正浩对梦魇无双，蛋台馅儿对通天渊明，楚风对灵狐月月。灵狐铁面竟然碰上了令狐鸿飞，这可真够倒霉的。通天渊明遇到蛋台馅儿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不过楚风对战灵狐月月倒是有点意思，毕竟灵狐月月可是除令狐鸿飞外的最强天才，而楚风竟能从必死之门走出来，又能得到诸多大人物的鼎力支持，那也绝对是有着真材实料的。只是楚风这块金子到底有几斤几两还不得而知，但灵狐月月绝对是在场之中最好的验金石。第一轮的比拼人选确定后，人们变得激动起来，他们期盼已久的好戏终于发生在了眼前。虽然令狐鸿飞的出场让人们变得兴奋，觉得祖武10星的评选变得完整，可是这第一轮的比试最让人们期待的却是楚风对战灵狐月月。此时所有人都落在了比试台上，就连令狐鸿飞也落在了属于他的比试台，但唯有灵狐铁面除外。大人，我弃权。灵狐铁面抱拳说道。他此刻虽然是认输，但却并没有丝毫的郁闷，反而觉得很是高兴。毕竟身为同族族人，他本就无心与令狐鸿飞争，关键是令狐鸿飞在的话，楚风就肯定没好果子吃。吴明肯并未理会灵狐铁面，看得出来，对于先前灵狐铁面暗算楚风之事，吴明肯虽然没有做出惩罚，但是对于灵狐铁面这种行为，他却也是非常不耻的。此时吴明肯看向楚风等人，弃权乃是规则之内，若是你们觉得无法战胜对手，也可直接弃权，这也算是节省大家的时间。另外，为了公平起见，若是你们觉得对手根本无法战胜你觉得这场比试没有意义，你们也可以选择去挑战你们有兴趣的对手。当然，若是这样做的话，还要看你原来的对手是否答应。若是他答应，你便可以去挑战你想挑战的人；若是不答应，你唯有战胜原来的对手后，才可以再去挑战其他人。若是没有人主动挑战，那接下来的对决依旧由老夫来抽签决定，规则就是这样。若无异议，切磋开始。吴明肯话音刚落，楚风便立即抬起了手臂。大人，楚风小友，你还有何异议吗？吴明肯问道。晚辈要挑战令狐鸿飞。楚风说道。我没听错吧？楚风竟然要挑战令狐鸿飞？疯了，绝对是疯了！哪有人会挑战令狐鸿飞？人们感觉难以置信，都觉得楚风实在太过胆大了一些。就连那些原本已经准备开始切磋对决的蛋台馅儿等人，也是都不约而同的收回了体内翻腾的武力，以看热闹的目光投向了楚风。这一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事实上，莫说旁人，就连梁秋大师等人也是心中一惊。他们虽然知晓楚风身为圣袍界灵师，拥有堪比1品尊者的力量，可是也只是堪比啊。然而那令狐鸿飞可是2品尊者，楚风如何能与他一战？楚风，你所说乃是当真？你当真是要挑战令狐鸿飞？就连吴明肯也是以不确定的口吻询问起来。回大人，晚辈确定。楚风说道。我不同意。可楚风话音刚落，便有一道声音响起。这道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复杂，因为那位发声之人乃是与楚风同站在一个比试台上的令狐月月。此时令狐月月一脸不悦地盯着楚风，眼中有着非常浓烈的不满之意。楚风，你想挑战令狐鸿飞，那得先过我这一关。令狐姑娘，你执意如此吗？楚风问道。对，不顺出个胜负，别想从本姑娘这座比试台走。令狐月月说道。
若是如此，那灵狐姑娘得罪了。楚风话音刚落，那灵狐月月竟然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灵狐月月自己也是傻了。她毫无预兆的被一股力量推倒在地，简直毫无反抗之力。虽然没有受任何伤害，但是此时却是连站都站不起来。那股力量束缚住了她。再看楚风，居然面带笑容的看着他，笑容之中还有几分戏谑之意。灵狐月月顿时就火了：“楚风，你对我用了什么卑鄙手段？”灵狐月月大吼起来。此时，莫说灵狐月月不解，蛋台仙儿、灵狐铁面，在场的所有小辈皆是不解，甚至他们之前还以为是灵狐月月不慎跌倒了，直到灵狐月月开口，他们才将注意力移到楚风身上。是楚风，他怎么做到的？他怎么能如此轻易的就击倒灵狐月月？灵狐月月可是七品武仙，除非楚风的修为在灵狐月月之上，否则不可能无声无息的就将灵狐月月击倒在地才对。而得知这件事情可能是楚风做的后，人们也是难以置信，尤其是熟悉灵狐月月的人，比如灵狐铁面、灵狐命也这些灵狐天族的族人，是结界之力，那是结界之力。楚风他是用结界之力封锁住了灵狐月月。小辈们不解之际，有老一辈大人物开口了：圣级结界之力，那竟是圣级结界之力。楚风他如此年纪，竟然达到了圣袍界灵师。紧接着又有人开口，他也是发现楚风所使用的乃是圣级结界之力。果然，此时蛋台馅儿的眉头微微皱起。虽然他早就知道楚风的圣袍界灵师能让其拥有尊者境的力量，可当一切真的发生，他所感受到的威胁却是更强。尊者境的力量，他将如何抗衡？不会吧，这楚风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成为圣袍界灵师？相比于尊者境，想要踏入圣袍极界灵师可是更要难得多。整个祖武星域尊者境强者数不胜数，可是圣袍极界灵师总共才几个，他一个小辈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才是。然而那些看不透那结界之力的人，却又觉得楚风不可能成为圣袍界灵师。这楚风是不是使用了某种至宝？虽说祖武实行评选是允许使用至宝的，但是使用太强的至宝击败对手，这就算取得了好的成绩，也不受人认可呀。对，一定是至宝。若真的是结界之力，那为何我看不到？结界之力不是比武力还要耀眼吗？圣级结界之力我也见过，那当真是非同寻常，简直如同神力。在那圣级结界之力面前，天地间的一切都是变得黯然。而楚风这，我什么都看不到啊。更有甚者，甚至觉得楚风所释放出的力量乃是通过至宝来，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楚风故意隐藏了结界之力的形态，实力弱的人根本就看不到楚风释放的结界之力，自然而然觉得楚风所使用的力量有猫腻。更有甚者，甚至开始出言羞辱楚风，比如拱氏天族的那些小辈，我说他怎么突然如此厉害，搞了半天是借用了至宝，此人实在太过卑鄙。拱氏天族的小辈不停地羞辱楚风，恨不得把所有难听的语言都用在楚风身上，只不过哪怕是羞辱楚风，却也敢低声言语，不敢大声喧哗，尽显欺软怕硬、卑鄙小人之本性。你们看不到乃是正常，那是因为楚风小友故意隐藏了结界之力。就在此时，无名星陨忽然开口，隐藏了结界之力还能这样做的吗？可是他为何要隐藏啊？对于无名星陨的话，众人则是半信半疑，为何要隐藏？这要问楚风小友了。无名星陨看向楚风，与此同时，其他人也都是看向了楚风。忽然间，楚风的身上忽然爆发出磅礴的圣级结界之力，璀璨无比，耀眼非常。在那圣级结界之力的衬托下，楚风简直就是天神下凡。这一刻，那些先前对楚风是圣袍界灵师半信半疑的人都惊了，那些先前羞辱楚风的小辈就更是目瞪口呆。至于楚风为何先前隐藏结界之力，此刻却又展示结界之力，自然有他的理由。本来楚风是想隐藏实力，等一下对付灵狐鸿飞，发动奇袭，但是不曾想他低估了在场的高手们，他们竟然能够看得穿。既然已经败露，自然就没必要遮遮掩掩。圣袍界灵师，难道说楚风他便是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他便是前些时日在冰顶峰外拒绝了梁丘大师与龙轩大师的那个人。对，一定是这样。这样一来，一切就解释得通了。难怪梁丘大师等人会这样看好楚风。搞了半天，楚风便是祖武星域最年轻的圣袍界灵师，厉害，太厉害了！不愧是楚轩辕之子，这等天赋，旁人莫及啊！此一时，人群沸腾了，不管是喜爱楚风，或是憎恨楚风，又或是与楚风毫不相识的人们，都因楚风的实力而感到震惊。如此年轻的圣袍界灵师，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好厉害，姐姐，楚风他好厉害！原来他便是那位圣袍界灵师，难怪他随便指点一下，我就能自己医好小刺。原来他如此厉害啊！龚晴抓着龚明月的手，他不仅激动兴奋，那精致的小脸之上还挂着一抹骄傲之色。他以认识楚风这样的朋友而骄傲。是啊，他是如此的厉害。可我，龚明月一语不发，可是内心却是极其压抑。楚风的优秀不断的挑战着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让他已经快要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大人，我可以挑战灵狐鸿飞了吗？楚风抬头看向吴明肯，既然已经战胜对手，自然可以想挑战你想挑战的人。吴明肯说道：多谢大人。此话说完，楚风便一跃而起，落在了灵狐鸿飞所在的比试台上。尽管在九龙异象港之上设立了5个比试台，但是眼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在了灵狐鸿飞与楚风这座比试台之上，甚至就连其余4个比试台上的小辈，此时也都没有比试，也是将目光凝聚在楚风与灵狐鸿飞的比试台之上。对于这种行为，
乌明肯也没有催促，他能够理解，毕竟楚风与灵狐鸿飞的对决才是这祖武十星最精彩的好戏，谁都不想错过。楚风兄弟，你想挑战我，我尊重你，不过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试，为了对着比试台的尊重，也是对你的尊重，我灵狐鸿飞不会放水。灵狐鸿飞一脸认真地看着楚风，他的样子很是客气，更表现出了对这场评选的尊重。但楚风却很清楚，灵狐鸿飞是想借机收拾自己，本来就不会留手，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借口罢了。灵狐公子，你该不会一出手就施展全力把我杀了吧？楚风以玩笑的口吻问道，但也是在提醒灵狐鸿飞，在场高手这么多，想杀他楚风怕是那些高手也不会答应，所以提醒灵狐鸿飞不要做有失身份的事。楚风兄弟放心，不故意放水，是对你的尊重，但点到为止也是我做人的原则。灵狐鸿飞说道，若是这样那最好了，灵狐公子放心，我楚风也会点到为止。楚风说道，就凭你还点到为止，你还要不要脸？灵狐铁面一脸不屑地说道，若于我没什么，但若于我便只能背后偷袭之人，可配置责于我。楚风讽刺地扫了灵狐铁面一眼，灵狐天族那个小鬼，你闭嘴吧，真的不要脸的人是你吧？本娘娘若是你，早就在地上找个窟窿钻进去了，而你倒好，居然还敢再次造次，要不要本娘娘教教你？廉耻二字怎么写啊？天际之上便传出一阵声音，那是狐仙娘娘。虽说灵狐铁面行为卑劣，让人嗤之以鼻，可大家最多也是私下议论，少有人敢直接说他。但狐仙娘娘可不管这些。灵狐铁面气得脸色涨红，但也不敢反驳，毕竟这狐仙娘娘可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女魔头，哪怕她也不愿得罪。楚风兄弟，你我的对决既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可否即刻开始，莫要耽搁大家的时间？灵狐鸿飞问道。灵狐公子，是你与我对话，我尊重你才给予回答，可没有耽搁时间的意思。楚风说道。楚风兄弟，那现在可以开始了吗？灵狐鸿飞问道。当然可以，楚风说道。楚风话音刚落，那磅礴的威压便自令狐鸿飞的体内散发而出，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格外凝重。灵狐鸿飞二品尊者，就算楚风是圣袍戒灵师，拥有堪比一品尊者的力量，可又如何抵挡这灵狐鸿飞的攻势？这场对决的胜负怕是马上就要分出，准确来说是灵狐鸿飞将那威压攻向楚风的时候就将分出。可就在此时，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那是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就连在场的老一辈人物也不例外，因为此时在灵狐鸿飞的周围竟然出现8根立柱，每根立柱高达100米，雷霆奔腾，将灵狐鸿飞困在了当中。那是一座的大阵，最重要的是这座大阵出现后，令狐鸿飞的威压竟然瞬息消散，就连他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好厉害的阵法，那阵法竟然压制住了灵狐鸿飞，这让所有人都感觉难以置信。快看，你们快看楚风！忽然有人高呼一声，将目光投向楚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恍然间明白了一切。此时楚风的身上隐隐间有一道长袍覆盖于他的身上，虽然那并非完整的模样，但见过的人一眼就认出楚风身上的正是由戒灵仙王所传承而下的宝物九龙圣袍，是九龙圣袍。果不其然，楚风便是那位在冰顶峰上破开戒灵仙王的大阵，夺得九龙圣袍的戒灵师。看到九龙圣袍之后，人们也是确定了自己之前的猜测，楚风的确就是祖武星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戒灵师，也是当日在冰顶峰上拒绝了梁丘大师与龙轩大师的人。大师，师尊！此时龙轩大师、梁丘成风、狐仙娘娘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梁丘大师，目光中充满疑问，难以置信。若不是亲眼所见，老夫也不会相信一个重温级圣袍戒灵师竟能布置出压制2品尊者的大阵。梁丘大师感叹之时，声音竟有些颤抖，看得出来连他也是被楚风惊到了。可是重温级圣袍戒灵师虽有堪比1品尊者的战力，可也只是堪比，想要战胜也是极难，就更别说2品尊者了。楚风小友他为何能布置出如此强大的阵法？梁丘成风一脸不解，也许这便是九龙圣袍的力量吧？是九龙圣袍给予了楚风小友堪比2品尊者的力量，可若只是如此，也不可能压制住对手，又何况他的对手还是灵狐鸿飞，这位当今祖武星域小辈中战力最强、战斗经验最丰富的天才，能够如此，乃是那座大阵。楚风小友这座大阵当真是非同小可，在这阵法之下，灵狐鸿飞的所有力量都被封锁住了，就算他有再多手段，也是无法释放出。这一招先发制人，楚风小友用的真是漂亮。梁丘大师说道。可是他是何时布下的呢？梁丘成风有些不解，因为他知道这样的阵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布置得出来的，需要耗费时间。我知道了，难怪他先前一直说话，原来是拖延时间。就连他后来释放出结界之力，也是因此。这小子竟然连我们都瞒了过去。忽然梁丘成风恍然大悟，他已经猜到了真相。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楚风似乎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利用隐藏的结界之力，开始在暗中布置那座封锁灵狐鸿飞的大阵了。楚风后来释放出强大的结界之力，只是想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避免自己暗中所做的一切被发现。而与灵狐鸿飞交谈，与灵狐铁面交谈，也只是想故意拖延时机，从而布置出这座大阵而已。此子还真是有胆识，竟敢在这么多高手面前玩手段，并且还成功骗过了我们所有人。相比于他的父亲楚轩辕，这小子似乎更狡诈一些。不过本娘娘喜欢。狐仙娘娘赞不绝口，这份胆识先不说，单说从这比试台建立起来，直到此时给予他的时间其实很短，但他却能够布置出如此厉害的阵法。此子对戒灵之术的造诣已是超过了我辈，不愧是我看中的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龙轩大师同样赞不绝口，
这阵法本身也是非常利奥的，怕是高人所传，难怪楚风小友不愿做我之弟子，看来他早有恩师。梁丘大师说道：是啊，这阵法可是相当厉害。听得梁丘大师的话后，梁丘、程风等人也是纷纷点头，忽然意识到楚风身后怕是早有高人传授，否则不可能掌握如此厉害的阵法，毕竟这样的阵法连他们都不曾掌握。至于楚风所布置的阵法，的确是一位高人所赐，这个人便是凯鸿大师。凯鸿大师乃是百炼凡界的传奇，曾经白炼凡界的最强者，那是一个一生机缘无数，得到过诸多传承，并且自身天赋也是颇为不错的存在。凯鸿大师凭借他所得到的传承与机缘，修炼了足足2万多年，这是一个大部分修武者都无法活到的岁月。可是对于一生获得机缘无数的凯鸿大师来说，那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开始。凭借他所得到传承，使得他变得与其他修武者很不相同。但不幸的是，凯鸿大师遇到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少年，他被那个少年击败，从此一蹶不振，最终陨落于百炼凡界。但临死之前，却将毕生所得到的传承留了下来。而因缘际会之下，在凯鸿大师陨落多年之后，楚风、王强、赵宏成为了凯鸿大师的传承者。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击败凯鸿大师的少年，竟是楚风的爷爷楚汉仙。不得不说，真可谓是造化弄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凯鸿大师得到的传承非同小可。但其实他因为顿悟的较晚，哪怕修炼2万年，可他的实力也是相当有限，根本无法发挥出许多结界之术的威力。事实上，哪怕是楚风，也有许多阵法的力量无法发挥出来。就比如这座8象雷锋阵，就是凯鸿大师那里所得，但若不是利用了9龙圣袍的力量，楚风也无法发挥出这8象雷锋阵的力量。但也许这就是机缘，楚风原本无法掌控9龙圣袍的力量，可从那必死之暗道回来的时候，那通道的墙壁上原来不仅暗含修武之道，竟也蕴藏结界之术的运用之法。楚风顿悟了不少，这才得以运用9龙圣袍的力量。虽然9龙圣袍深不可测，如今能被楚风所运用的力量还很微薄，但这却也足以让楚风结界之术的战力从堪比1品尊者提升到堪比2品尊者，这便是楚风敢挑战灵狐鸿飞的底气。虽然很冒险，他从眼下来看，他似乎是成功了。楚风兄弟竟然暗中布置阵法，这等手段有些卑鄙啊！灵狐鸿飞开口了，此刻他的脸上痛苦之色不减，甚至脸色也是变得苍白，豆粒大的汗水如雨一般不断自其脸上落下，连整个衣衫都被浸透了。可见此刻灵狐鸿飞所承受的压力非同小可。但哪怕如此，灵狐鸿飞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却有着一抹嘲讽：卑鄙，比起你族的灵狐铁面，我这不值一提吧？再者说了，你怎知我是暗中布置的阵法？灵狐公子说话要讲证据，否则便是诬陷。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兄弟好口才，我灵狐鸿飞说不过你。灵狐鸿飞摇了摇头，表面并无太大反应，可实则内心早就气得怒火中烧，连心肝脾肺都要气炸了。他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本想好好教训一下楚风的他，竟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再次栽在了楚风的手中。楚风兄弟，你难不成真的觉得你用着阵法便可胜我？灵狐鸿飞问道。灵狐公子，你此话之意，莫非是看不起我这阵法？楚风问道。此阵虽强，但束缚得住我一时，却束缚不住我一世，所以我倒是想问一下楚风兄弟，待我破开此阵之时，你又有何手段与我抗衡？令狐鸿飞问道。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不过那也要灵狐公子先破开我这阵法才行。楚风说话之间，单手捏诀，下一刻，楚风那捏诀的手指之间，雷霆涌动，紧接着那雷霆竟然覆盖楚风全身。而与此同时，那封锁住灵狐鸿飞的大阵之内，雷霆更是不断劈在灵狐鸿飞的身上。这种情况下，令狐鸿飞连站都站不稳了，在那雷霆的攻势之下，左右摇摆，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是越加浓郁。好厉害的阵法，老夫还是第一次看见灵狐鸿飞被人压制得如此之惨，当真少见啊！莫说是与小辈交手从无败绩，就算是与老一辈交手，灵狐鸿飞也从未吃过这样大的亏啊！眼见着高高在上的灵狐鸿飞竟在楚风的阵法之下摇摇欲坠，许多人的思绪都已经凌乱了。没办法，毕竟灵狐鸿飞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实在太高，那可是当今祖武星域最璀璨的天才，不仅仅是最强的天才，那也是祖武星域日后的门面。甚至有些人可是觉得灵狐鸿飞乃是超越楚轩辕的存在，在他的身上所发生的应当都是如传奇一般的事迹才是。可是此时这灵狐鸿飞的状况却着实有些狼狈，所以许多人都难以接受，哪怕亲眼所见，他们也是难以接受。大师，难道说灵狐鸿飞真的就要这样败给楚风？龙轩大师问道。楚风这阵法封锁性极强，除非破后而立，否则他无法摆脱这阵法的控制，怕是会死死压制。梁丘大师说道。而就在此时，那灵狐鸿飞忽然发出一声怒吼，不，准确来说，那是一声掺杂着痛苦之哀嚎的怒吼。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当那一声怒吼之后，一股大的威压便横扫开来。下一刻，楚风那8象雷锋阵竟被那威压硬生生的给摧毁。那是雷纹，灵狐鸿飞释放出了他的雷纹。此时，许多人都注意到，灵狐鸿飞的额头之上涌现出了一个天字雷纹，并且灵狐鸿飞的气息也是从2品尊者提升到了3品尊者。灵狐鸿飞正是凭借着天字雷纹提升了1品修为，从而破开了楚风这座阵法。大师，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除非破后而立，否则灵狐鸿飞破不开这阵法吗？龙轩大师问出此问题之时，梁丘、程风等人也是眼巴巴地看着梁丘大师，他们都想知道答案。不应该，不应该啊！楚风小友那阵法封锁力之强，
灵狐鸿飞本不该有丝毫回转的余地，他是如何施展出雷纹的呢？而对于眼前的情况，梁秋大师也是不太明白。厉害，不愧是灵狐鸿飞，还以为他真的被楚风压制了，搞了半天都是他装的。楚风那阵法在他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太精彩了！这便是祖武星域最强天才的风采，果然没有白来，没有白来啊！灵狐鸿飞当真非同小可，果真非我辈可比之天才。此时，许多人竟雀跃欢呼起来。看不穿楚风那阵法之厉害的人们，还以为楚风那阵法本身就是一个摆设，还以为灵狐鸿飞从一开始就故意装作被楚风压制。于是乎，他们对灵狐鸿飞夸赞不断，甚至有人开始羞辱楚风，觉得楚风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从始至终，楚风根本就无法与灵狐鸿飞相提并论。忽然，灵狐鸿飞将手指向楚风，紧接着他散发而出的威压便如同得令的千军万马一般，向楚风奔腾袭来。眨眼间，那千军万马已是轰然而至，并且自四面八方、天上地下将楚风给围了起来。楚风已是被困住，但那威压却并没有再向楚风发动攻势，这是何意？楚风问道。楚风兄弟，我不想伤你，若你认输，这场比试可到此为止。灵狐鸿飞说道。这是灵狐鸿飞表面上所说的话，可几乎在这话落下之后，他的暗中传音也是映入楚风的耳中。与我斗，你还太嫩，把你父亲叫过来吧，否则就凭你这一辈子都无法与我灵狐鸿飞相提并论。在其他人面前，你也许是一个天才，但在我灵狐鸿飞面前，你只能做我脚下的一条狗，被我踩在脚下永远无法翻身的一条狗。不论你日后如何闪耀，但在我灵狐鸿飞面前，你永远都低我一等，永远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侮辱，这是对楚风赤裸裸的侮辱。表面上灵狐鸿飞大仁大义，胸襟广阔，可实际上这是一个内心肮脏无比阴狠之人。然而面对灵狐鸿飞的暗中羞辱，楚风却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愤怒之意，但楚风也没有就此妥协，而是同样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击道。令狐鸿飞，其实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你现在的年龄是何实力，我父亲当年又是何实力。我父亲29岁之时已是大千上界最强者，无人可敌，而你现在已是年近50了吧？年近50的你，可有我父亲29岁之时之修为，与我父亲比，你也配？楚风一番话让灵狐鸿飞内心非常不爽。对于楚风，他之前毫不了解，但是对于楚轩辕，灵狐鸿飞可是非常清楚。那个曾经祖武星域的传奇，一直是灵狐鸿飞内心的超越对象，所以他花费许多精力去打探楚轩辕的事迹，最终结果让他感到挫败。虽然他的确是少有的天才，可是对比当年的楚轩辕，他却也的确差了不少。虽然现在祖武星域流传着他灵狐鸿飞已超越楚轩辕的声音，但其实真正见识过当年楚轩辕风姿的人，其实都觉得他不如楚轩辕。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他心中的痛，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痛。他一直想忘记这个痛，催眠自己，可是今日这个痛却让楚风再度唤醒。看来楚风兄弟是不会认输了。既然如此，那我便只能动粗了。话罢，令狐鸿飞的威压便向楚风压迫而去，速度很慢。可是当那威压将覆盖楚风全身，压迫到楚风的身体时，楚风还是承受了较大的痛苦，因为那不单单是寻常的威压，其中更是掺杂了特殊的武力。这种力量会带给人格外的痛楚。楚风这是何必呢？明明胜负已定，何必苦苦坚持？认输而已。向其他人认输也许丢人，但向灵狐鸿飞认输，这可并不丢人啊，反而是这样强撑着，反倒是让人看不起。想不通，人们议论纷纷，许多人竟然开始责怪楚风，觉得楚风这样做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楚风今日已是证明了自己，若不是灵狐鸿飞出场，那他今日这祖武十星第一几乎是拿定了。就算是面对灵狐鸿飞，他输的也不丢人，毕竟他的年龄应该也要比灵狐鸿飞小上一些，如此年纪便有如此实力，这也是一位真正的妖孽，不愧是楚汉卿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楚风就算输也毫不丢人，觉得楚风今日的表现已是无可挑剔，就算不如灵狐鸿飞，但是在其他小辈面前，楚风也是无人可敌，可以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楚风还不认输，那我可就要让你丢人丢得彻底一点了。灵狐鸿飞表面大仁大义，可是暗地里各种羞辱的声音却也不断映入楚风耳中。有本事你就杀了我，要我认输绝不可能。楚风说道。很好，有骨气，我若是不成全你，那我灵狐鸿飞反而过意不去了。灵狐鸿飞说话之间，那威压虽然没有变强，但隐藏在威压之中的特殊武力却变得更强。他要带给楚风的痛苦起码翻了10倍，他就是要让楚风当众求饶，要让楚风承认不如他。楚风感觉到了那缠绕周身的力量之变化，内心也是一紧，可是却没有丝毫退缩之意。楚风知道这么多高手在此，灵狐鸿飞绝对不可能杀过他，更何况士可杀不可辱，楚风怎么可能向如此卑鄙的灵狐鸿飞认输？所以楚风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了被灵狐鸿飞折磨的准备，所以他咬紧牙关，誓死不会认输。就在这时，一声巨响忽然传来，紧接着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一股黑色的气焰自楚风的体内释放而出，竟硬生生的将灵狐鸿飞的威压冲散开来。这一刻，莫说是旁人一脸不解，就连楚风也是面容呆滞。这气息似乎是龙轩大师满眼意外之色，不用猜了，这气息的确是修罗界灵的气息。梁秋乘风说道。这么说来，楚风小友他竟还是一位修罗界灵师？龙轩大师问道。的确如此，梁秋乘风点了点头。厉害啊，这小子修武方面也许不如楚轩辕，可他这界灵之术方面的天赋，怕是远非楚轩辕可比吧。此时就连狐仙娘娘也是变得格外兴奋起来。修罗界灵师非常之少，整个祖武星域这么多，可是目前为止
所指的修罗界灵师也不超过10个人。都说天赐神体乃是上天的眷顾，可是若与修罗界灵师相比，天赐神体实在太多太多，简直数不胜数。所以能够成为修罗界灵师的人，这才是真正得到上天眷顾的人。修罗界灵师楚风竟然还是修罗界灵师。梁秋、程风等人的交谈并未隐晦，所以被旁人听到，一时之间传播开来，人们也都是感到惊讶，许多人更是对楚风羡慕不已。毕竟修罗界灵师的身份，就算放在祖武星域，这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抛开所有能力不谈，单单能够成为修罗界灵师，便足以令人羡慕。但人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惊叹于楚风修罗界灵师身份的时候，其实楚风自己也很惊叹。他很清楚，此时体内散发出的力量来自于何处。正因为清楚，楚风才如此不解。丫头，你居然帮我？楚风问道。这丫头可不是女王大人，因为女王大人还在沉睡中，所以楚风所问的自然是那个被楚风束缚住的女界灵。因为在界灵契约中动了手脚，楚风可以操控于她，束缚于她。在束缚的时候，他做不了伤害楚风的事，可是却可以做帮助楚风的事。但楚风可绝对没有想过他会帮自己，并且还是这种直接将他的力量借给楚风的方式。别废话，趁本姑娘心情好，赶紧收拾了她，否则我随时可能收回这力量。楚风的耳中传来了女界灵的声音。好嘞，丫头，我明白了。楚风笑了笑，随后看向了那前方满眼惊讶的灵狐鸿飞。虽然楚风的脸上依旧挂着笑意，可是一抹狠色却自楚风的眼中涌现，布满双眼。然而还不待楚风出手，灵狐鸿飞便率先出手了。他一弹，一道武力化作长剑对着楚风飞刺而来。这武力长剑可不是寻常的武力，那是武技。虽然此武技不是非常之强，但却也是不容小觑。然而面对此等攻势，楚风却是动都未动，而是手臂一挥，那迎面而来的武力长剑竟直接被其击飞，并且在半空中便粉碎开来。好厉害，这力量起码是3品尊者，这战力非同小可。否则就算是3品尊者的战力，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便化解灵狐鸿飞的攻势。毕竟那已不是寻常的武力，而是武技。楚风这一出手，让许多人都忍不住深吸了一口凉气，因为楚风的表现已经不断刷新他们对楚风的看法。界灵的力量，灵狐鸿飞对楚风问道：“自己感受吧。”楚风声音响起之际，竟然已经消失不见。当他再度出现之时，竟已来到灵狐鸿飞的身前。此时那黑色的气焰宛如盔甲一般缠绕在楚风身上，就连楚风的脸庞都被那黑焰盔甲所封锁，只留下一双犀利的眼眸。楚风发动了攻势，在其发动攻势的同时，楚风的手中竟出现一把黑色的长枪，长枪笔直刺下，速度极快。楚风的一切都太快了，一气呵成，简直堪称完美。此等奇袭，旁人怕是必中。只是楚风的对手乃是灵狐鸿飞，灵狐鸿飞就像是预料到了楚风的攻势一般，所以他身形一转，便躲过了楚风这胸前一刺。紧接着灵狐鸿飞身形一纵，便跃空而起，单手握起一把长剑，便出现在了手中。那是一把仙兵，剑芒横扫而去。灵狐鸿飞手中的仙兵长剑已是对着楚风的头颅劈砍而去。不过对于灵狐鸿飞的反击，楚风却早有预料。只见其避都不避，手中的黑色长枪向上一刺，这一次不仅再度对准了灵狐鸿飞的胸口，且速度极快。这速度比灵狐鸿飞那劈砍下的长剑还要快。令狐鸿飞若是继续劈砍而下，哪怕是他手中的长剑还没有落在楚风头颅，楚风手中的长枪便已刺中了他的胸口。眼见硬拼不行，灵狐鸿飞倒也是极致，剑锋一转，扫向了楚风直刺而来的长枪。火花飞溅，两件兵刃交织在了一起。可是楚风的长枪竟然动都未动，反倒是灵狐鸿飞手中的仙兵被直接震开。虽说那仙兵还握在灵狐鸿飞手中，可是灵狐鸿飞那握住仙兵的手却一直在抖。这一幕不仅旁人大惊，灵狐鸿飞更是大惊。那仙兵虽不是出名的兵刃，但也是品质极佳。此等兵刃握在手中，令狐鸿飞的战力本就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再加上他的战力本就高于同修为的人，所以灵狐鸿飞原本自信满满，可与楚风一战，谁曾想这一交手，先不说速度不如楚风，这硬碰硬之下，楚风丝毫未动，可是他手中的兵刃竟然被直接震开。还好他握力够强，将那仙兵紧紧地握在了手中。若是换作常人，那仙兵定会被直接震飞开来，那可就丢人丢到家了。这一切超乎了灵狐鸿飞的预料。不过事到如今，他却已经来不及去想太多，因为楚风手中的黑色长枪已是来到了灵狐鸿飞的胸口前。楚风这长枪不是寻常兵刃，而是来自于界灵的力量，诡异得很。灵狐鸿飞也是不敢掉以轻心，鲜血四溢。楚风手中的黑色长枪已是洞穿灵狐鸿飞的胸口。鸿飞见此一幕，灵狐铁面等许多小辈都是担心的惊呼出口。不仅是他们，就算是许多旁观者也是面容呆滞的愣在了那里。灵狐鸿飞与楚风的正面交手竟然这么快就结束了，并且还是以楚风获胜。楚风兄弟好手段。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当那声音响起之际，人们才注意到那比试台的另一端，一道身影浮现而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灵狐鸿飞。怎么会这样？灵狐鸿飞怎么会在这里？那楚风此中的？想到这里，人们都再度看向被楚风洞穿胸口的灵狐鸿飞。这一看不要紧，那被楚风洞穿的灵狐鸿飞竟然变得火红，就好像那是一个岩浆凝聚而成的人。那人开始膨胀，并且速度越来越快。楚风，快丢掉手中的长枪！此时竟有人用暗中传音提醒楚风是梁秋大师，可是为时已晚。只听一声巨响传来，漫天的岩浆奔流而下，瞬息便将楚风吞没。那是先进武技岩浆替身术。人群之中传来一道声音：岩浆替身术。当这5个字响起后，许多人也都是反应过来，
先进武技为何物？无需多说，最弱的先进武技也要强于3段仙法，而这岩浆替身术则是段位极高的一种先进武技。毕竟此乃灵狐天族的镇族武技之一。此技之特点便是可以一触即发，在危急时刻转移真身，保住自己性命。而在转换后，假身则会化作岩浆爆破开来，并且威力极强，因为保命反击等特性，使得这一先进武技非常难以修炼。明明是5仙境高手可以修炼的武技，可据说至少尊者境才能修炼而成。人们也还是第一次看到灵狐鸿飞施展这一手段。但重点是，这岩浆替身术威力本就强横，又因施展者的能力不同而有所起伏。眼下楚风被那岩浆所封锁，怕是性命堪忧。可就在此时，那封锁楚风的岩浆竟然四散开来，紧接着磅礴的黑色气焰如火山爆发一般冲天起，洞穿云霄。不过那黑焰冲天起后又快速回落，当那黑色气焰重新落下之后，楚风的身影也是再度浮现。他依旧黑甲披身，长枪在手，不仅毫发无损，那气势仿佛更强。被岩浆替身术正面封锁，竟可全身而退。修罗界灵界灵师虽少，但也曾见过，可从未见过有如此力量的。这到底是何等手段？楚风之表现让人感觉难以置信。就在此时，一声龙啸竟在虚空之上传来，紧接着雷霆阵阵，黑压压的封锁虚空，龙啸再度响起，许多小辈面露惊骇之容。在那乌云之中，竟到处都是金龙涌动，金龙之身长达1000米，可那乌云之中起码有着上百条金龙奔腾，此等景象异常壮观，且极为骇人。然而就在人们注意到那虚空上的金龙之时，那金龙就好像得到了命令一般，竟张开血盆大口，自乌云之中飞落而下。上百条巨大的金龙全部瞄准了一个方位，那便是楚风所在之地。金龙速度极快，眨眼间便落在楚风所站之处。正因速度太快，小辈们几乎看不到金龙落下的过程。当他们反应过来之时，金龙已是化作金色光华，掀起滔天的涟漪，不断自那比试台上向外肆虐。那威势之猛，若非有高手将其拦在比试台之内，而是任其肆虐，不仅整个九龙异象港会被吞没，怕是场外之人也是要遭受牵连。这是灵狐天族最强的先进武技——仙境群龙将。有老一辈强者开口说道：“这便是仙境群龙将，难怪声势如此之强，比那岩浆替身术还要强上数倍啊！”小辈们惊叹不已。灵狐天族最强的仙境武技，便等同于这祖武星域最强的仙境武技。仙境武技本就难以修炼，何况是这种级别的。可就在此时，一声咆哮忽然炸响。什么东西？此声咆哮极为阴森，莫说小辈们神色惊恐，就连老一辈之中，也有不少人被吓了一跳。而当那咆哮响起之际，那上百条金龙所化作的金色涟漪，竟也瞬息消散。此时，人们能看到楚风的身上不仅有冲天的黑色气焰，那黑色气焰竟然化作了一张巨大的脸，说不清那是人的脸还是妖物的脸。总之极其瘆人，让人看到便心生不安。想必那声咆哮便是此物发出。不过那巨脸一闪而逝，很快那磅礴的黑色气焰又退回楚风体内，再度化作黑焰铠甲，缠绕楚风周身。竟然连仙境群龙将这样的武技也无法撼动楚风分毫。许多老一辈人物也是感觉难以置信。仙境群龙将堪称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仙境武技之一，此技一出，群龙在天，俯视众生，管他是人是魔，都难逃一死。楚风此时修罗界灵之气在身，宛如妖魔转世。令狐鸿飞此武技对决妖气在身的楚风，倒也有了正邪对决之势。可谁曾想，群龙皆是落下，可却对那妖物无可奈何，这是何等的讽刺！就在人们内心感慨万千之时，虚空之上竟又产生变化。乌云虽然散去，但却有金色气体封盖了虚空。灵狐鸿飞半句废话都没有，而是再度出手，那是9段仙法大罗金仙转。单看那天空上的威势，便有人认出此手段为何物。毕竟这大罗金仙转也是灵狐天族不外传的镇族仙法之一，并且可谓是9段仙法之中少有的极品。下一刻，那漫天的净化如佛光普照一般，从天上倾洒而下，笼罩了整个比试台。浩强的威势，不过那楚风的气息还在，并且还很稳定。难道说就连9段仙法也是奈何不得他？威势滔天，但楚风依旧气息沉稳。此等情况，人们没有感慨这9段仙法的厉害，反而越发觉得楚风的力量恐怖。别急，大罗金仙转的真正力量可绝非如此。然而在大部分人震惊之时，却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快看，那仙法的力量开始转移，全部汇集到了灵狐鸿飞的身上。那仙法的力量不仅全部汇集到了灵狐鸿飞的身上，并且还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金人。此人高大1000米有余，屹立天地之间，左手托塔，右手握剑，不仅威风凛凛，其所散发之气息更是无可匹敌。这简直就是大罗金仙降临于世。难道说这才是大罗金仙转真正的力量？有不确定的小辈开口问道。这种情况自然有不少人开口解答，一是给不解之人解惑，二是彰显自己知识渊博。哪怕巩氏天族族长也在其列，攻防兼备，毫无破绽。这才是大罗金仙转真正的力量所在。看令狐鸿飞此时的大罗金身，竟有1000米有余，应该乃是完全体。这需将大罗金仙转修炼到极致才行。巩氏天族族长说道：“好厉害，灵狐鸿飞真是好厉害。虽说不知楚风从哪弄来了如此诡异的力量，可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他也终将原形毕露，难逃一死。”听得族长的话后，巩氏天族的小辈也是感慨连连，尤其是那些痛恨楚风的人，更是趁机羞辱楚风。就在此时，楚风动了，化作一道黑影掠向了灵狐鸿飞。这一次楚风主动发动了攻势，而灵狐鸿飞显然早有准备，
只见其运转大罗金身，将手中的金塔抛下，那金塔竟立刻变大，化作高达100米之巨塔，重重地落在了楚风身上。那金塔落下之时，顿时天摇地晃，许多距离极远的小辈都难以站稳，而那比试台更是硬生生地被震出了裂痕。最重要的是，被那金塔击中之后，楚风的气息竟也是变得非常的微弱。楚风感受到楚风气息的变化，梁秋、程风等人顿时目露担忧之色。果不其然，楚风再强，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是难以招架，邪不胜正。再强的妖魔鬼怪，在大罗金仙面前也都变成了蝼蚁一般。而眼见着那不可一世的楚风终于被镇压，那些痛恨楚风之人露出了大快人心的笑容。可忽然轰鸣炸裂，金光横飞，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一滞，小一辈更是目瞪口呆。只见一道黑色的长枪自金塔射出，不仅破开了那金塔，更是洞穿了那所谓的大罗金身。浩瀚天地间足有亿万人，竟在这一瞬间鸦雀无声。可是短暂的宁静之后，却是狂风暴雨一般的惊叹，人们满面惊色，就连许多老一辈强者也是目瞪口呆，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可是这难以置信的一幕，却又偏偏发生在了他们的眼前。连九转仙法、大罗金仙传这等手段都挡不住楚风一击，那要如何与他抗衡？何等手段才能挡得住他？厉害！都说修罗界灵师是最强的界灵师，以前还不信，但今日总算领教了。此等力量，当真令人敬畏。一道声音自那大罗金身之中响起，那是灵狐鸿飞的声音。灵狐鸿飞的声音落下之后，阵阵碎裂之音传来，很快大罗金身便如玻璃一般碎裂，但碎裂的残片又化作金色气焰，飘散于虚空。伴随着大罗金身的碎裂，那罩住楚风的金塔也开始碎裂。很快，楚风与灵狐鸿飞的身影便浮现而出，手中的黑色长枪虽然洞穿了大罗金身，但却并未伤到灵狐鸿飞。不过也不是楚风手中的枪偏了，而是灵狐鸿飞躲开了。灵狐鸿飞之所以能够躲开，乃是因为他的身上所散发的青色气焰，那气焰很淡，若不仔细观看，甚至看不出来。但灵狐鸿飞的眼眸却是化作了青色，这抹青色布满他的双眼，较为明显。并且此时灵狐鸿飞的修为也是从3品尊者再度提升到了4品尊者的地步，终于还是使了出来。清明魂。对于此时灵狐鸿飞所用的手段，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在祖武星域，许多小辈除了各自的血脉之力外，也会通过外力来提升自己的修为或者战力。虽然这很难，但还是有很多小辈都做到了。就比如此刻站在那比试台上的小辈，几乎都掌握着这种手段。不过至宝始终是至宝，不是本体的力量。但灵狐鸿飞这清明魂却是有些不同。清明魂乃是远古妖兽的魂魄，这妖兽在远古时期便被斩杀，但是他的魂魄却被远古时期的高手封印于阵法之中，经过数万年的磨砺，这被封印的魂魄成为了一件至宝，这便是后来的清明魂。根据那位远古时期高手留下的资料可以得知，清明魂的力量非同小可，可与修武者进行融合，但必须在修武者出生之时便融合，并且融合要异常小心，因为融合不当，清明妖兽便会借用新生儿的身体重生。灵狐天族得到此物，便将其珍藏，准备给优秀的小辈使用。灵狐鸿飞出生那一日，便引来了异象。要知道天级血脉者虽天赋异禀，可能在出生之日便引来异象的却少之又少。在灵狐鸿飞之前，只有2个天级血脉者出生之时便引来了异象，此2人便是曾惊艳了整个祖武星域的天才父子楚汉仙与楚轩辕。所以当灵狐鸿飞出生之日引来异象之后，灵狐天族便断定此子乃是他灵狐天族的希望。就这样，灵狐天族便将那极为珍贵的清明魂融入了灵狐鸿飞的体内。清明魂的力量很强，若是融合不当，便会吞噬掉灵狐鸿飞的意识，借助灵狐鸿飞的身体重生。但灵狐鸿飞表现惊人，清明魂虽然有反噬的效果，但却不过是微微反应，便被灵狐鸿飞压制了下去。所以这清明魂的力量便是灵狐鸿飞的力量，这是属于灵狐鸿飞的另外一种血脉之力。竟然使用了清明魂的力量，楚风也真是好手段。不过既然使用了清明魂，那么这场比试也是到此为止了。此时人们都觉得这场比试胜负已定，而面对着释放出清明魂的灵狐鸿飞，楚风尽管黑焰在身，可却也没了底气。他的修为只是3品尊者，就算再强也无法抗衡4品尊者。这从灵狐鸿飞能够躲过他那黑枪致命的一刺，就看得出来，力量借给你，终究发挥有限。放我出去，我来收拾他。可就在此时，那女界灵的声音却在楚风耳中响起。